蓝湛帮着魏婴架起病床上的桌板，蓝璇帮忙垫上纸巾，魏琛拆开3层的饭盒摆上，一切自然又和谐。病房里充斥着温馨的气息，魏婴觉得鼻头发酸。蓝湛自然是看见了这人有些泛红的眼角，一个独自带着孩子确实不容易，不由心里更加疼惜几分。他顺口问了问题，转移这人的精力：你晚上谁来陪床？魏琛立马举起小手：我陪魏哥。魏莹点点头，魏琛陪我只是骨折，钢板也上了，再过4、5日就出院，本来还可以出得早些，都是江城说不放心再多住些日子，最好住到出院，他当医院是宾馆呢。你不必多担心。蓝湛这才放心，魏琛已经是个半大小子了，陪床能照顾，而且这是江家办的医院。魏婴虽然是江家领养的孩子，但在江家受的待遇不差，从小和江城关系也铁，住医院即使是轻伤也是最好的 VIP 病房，单人单间的套房，陪床也有床铺。放好果篮，简单的又聊了几句，蓝湛拉着女儿告别，再不舍现在的身份也不合适，扭头看见魏琛正把作业本放在陪床上，坐着矮凳做作业，极为认真。蓝璇拉着蓝湛的手，两父女一直到走出医院到后院的停车场，蓝璇才的衣袖，问爸，魏哥是不是要在这边养伤好才会回去？那我是不是很久都见不到魏哥了？蓝湛没有立即回答，明显他也想到了这一点。他看了一眼医院，转而对女儿说道：我们也搬家吧，又搬回来。蓝璇的眼睛一亮，扑闪扑闪的像是落进了天上的星星，都是笑意。好。蓝湛点点头，摸了摸女儿的头上的软发，他本来还觉得自家姑娘的性子闷了些，现在看来似乎是自己不会带，国外的环境也不太适合女儿，一回来碰上魏婴和他家的小孩，一切都好了。那明日就搬好不好？蓝璇突然又小声道。这下子连蓝湛也有了点点笑意。江家是医院开在江家住的别墅区附近，服务对象基本全是富人，毕竟江家住的这别墅区可不得了，上流社会里有名的富人区，别说江家、蓝家、聂家、金家这些在市里从政从商混得风生水起的名门望族，几乎都把家选在了这里。蓝家和江家还邻着，只是这一人一栋的独栋别墅，还拥有院子和游泳池，占地怎么都有一个足球场的大小，邻居的有些远了，不过他们搬回来总比住在市区好，想看人还得格外跑回来。蓝湛也有了借口顺带接魏琛放学，一不做二不休，父女俩第2日就搬了回来。叔父吃晚饭的时候，看着侄子和侄孙女，真觉憋得慌，感觉有什么要说吧，临了又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至于魏婴，在他们搬回蓝家的当日就知道了消息，蓝璇和魏琛不会是一母同胞，就是亲近，一点谎话也不会同魏琛说，还高高兴兴的就和魏琛说了，搞得魏琛真不知道说什么好。这两父女蓝家父女搬回来的第2天就是个周末，不过魏婴已经休得没有时间概念了，而他的病假才刚刚开始，他也不用怕手机响了，除了偶尔要听一下温情打来的抱怨以外，工作算是彻底停了。魏琛虽然跟着他搬来了这边，但只要他不出院，魏琛就不走，夜夜陪床，这小子也不嫌烦。魏婴问起就答，我看爸你不想麻烦舅舅，而且儿子我在你身边那是应该的，尽孝。魏婴也就没话说了，他是觉得不能老麻烦江城，以前就麻烦他一起带孩子，想自己未婚生育的那段时间全是他照顾。魏婴有时候都怀疑江城多年没找到对象是不是自己拖累的，不过事实还是证明江总挑夫人的眼光太高了。这些都是后话。今日8、9点，魏婴就被魏琛拉了起来，魏婴眨眨眼，一脸迷茫，却听见魏琛道：爸，我帮你洗澡吧，你不是说夜里洗澡凉要白日洗澡吗？魏婴这才想起来，对，今日要洗澡，他自然不可能自己洗，一只腿打着石膏还能指望擦洗干净，自然是要人帮忙洗。魏琛就是这几日帮忙的，江城也帮，不过现在已经入秋了，白日虽然秋老虎，夜里还是有些凉，他夜里又不想动，干脆几日都是中午或是早上洗。因为他的伤腿，洗澡总是极为麻烦，一洗1、2个小时，魏琛早些把他叫醒也能理解了。这孩子周末有作业要做，还要出去玩，虽然对照顾自己毫无怨言，
但他也不想魏琛在自己身边待太久，拘了他，认命的起来让儿子帮忙洗澡。也不是淋浴，这人的腿才打上石膏和钢板没几天正吊着，只能脱了衣服擦身，主要是洗头。魏琛第一天给他爸干洗的时候还不会，搞得虽然洗了头，但魏婴身边的床榻也湿了个七七八八。现在会了，先给人披上一条毛巾，再拿一条热乎乎还有雨水的湿毛巾，沾着水把人的头发全都擦湿，再挤上洗发露揉搓起泡，等差不多了再拿毛巾来洗。床上又桌板，放个小盆小心冲一下，其实还挺方便，就是要有耐心又要细心，然后吹干。等洗完了头，魏琛去倒水，又端来一盆给他擦身。魏婴打趣道：要是现在老了就好了，你就能一直这么照顾我了。魏琛倒忍不住：爸，你说什么？不管你老不老，我都愿意这么照顾你。声音极大，似乎是要用力证明什么。魏婴知道，魏琛知道他带着他不容易，什么都知道，看着嘻嘻哈哈和这个年纪所有的男孩子一样没心没肺，实际心思可是细腻着。门外的女孩听到里面的话语，手顿了一下，没有按下门把，而是呆呆地站在了门外。魏琛私底下叫魏哥什么？不过这个问题有很多答案。魏琛从小就被魏婴收养，会叫爸爸也不足为奇，只是蓝璇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的心在狂跳不止，像是这一声爸爸按动了心里的那个机关一样，屋里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。突然的，咔吧一声，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按下了门锁，门开出一条小缝，好在这是个套间，蓝璇被吓了一下，回过神来，抿抿嘴，慢慢走了进去。想也想不出结果，干脆当没听见好了。下一秒的画面却让这个12岁的小姑娘直接僵在了原地，面上火辣辣的。她发誓，她绝对没听见里面在洗漱擦身，哪有大清早清理的呀？魏婴上半身擦完了，披了件条纹的病号服，还没穿上，重点部位随意盖了条毛巾。魏琛正在给这人脱裤子，准备下半身，脱到一半正好碰见蓝璇进来。两人孩子在僵住了半分钟之后，都抑制不住的尖声大叫起来。蓝璇立马转身，双手捂脸蹲了下来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魏琛则是一边尖叫着，一边手忙脚乱给魏婴盖被子遮住。魏婴也吓了一大跳，一只脚吊着悬空，让他动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动。只是自己那傻儿子别就盖被子啊，搭在他下身的可是块湿毛巾。最重要的是，魏琛还手忙脚乱，砰的一下将凳子上的水盆撞翻在地，自己也脚一滑摔了下去，坐在水坑里，好一个屁股蹲。看到魏婴真是久久无语，哭笑不得。突然蹲在地上的小女孩站了起来，小心翼翼地扭头看了魏婴一眼，发觉魏婴已经盖上了被子。魏琛也从水坑里慢慢爬了起来，退后几步，飞快地跑出门去。魏婴自是看到了小姑娘的眼神，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眼神，疑惑、不安、愤怒、羞涩等等毫无关联的情绪交织在一起，看得他的心也开始惶惶不安起来。